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涯神帖。在这片广阔的网络世界中，总有一些贴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，成为了无数网友心中的经典。天涯神帖带您一同探索这些隽永的文字，感受智慧的闪耀与思维的碰撞。我们的频道致力于搜罗和解读网络中最具影响力和讨论度的神帖，从幽默风趣的调侃到发人深省的故事，每一篇神帖都在传递着不同的情感和思想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内容，让您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份轻松与启蒙。今天与您分享的神帖内容是一眼看穿世人的顶级读心术。我把人分为4种类型：一、心善手软；二、心狠手狠；三、心狠面善；四、心善手狠。第一种，心善手软。这种人通常生活在社会的底层，是勤劳朴实的大众，简称老好人。他们内心纯良，善于听从他人，但缺乏手段。我们的父母那一辈正是这样的人，勤奋努力却一生贫困。我们要记住，对某些人仁慈，他们会感激你，而对另一些人仁慈，他们反而会欺负你。因此，我们并非不要做好人，也不是要做坏人，而是要成为好人中的好人，坏人中的坏人。对好人讲感情，对恶人则必须讲手段。如果对恶人也讲感情，最终你会被恶人所灭。第二种，心狠手狠。这种人是愚蠢的恶人，往往在监狱里或即将入狱。他们缺乏策略，只知道用暴力解决问题。例如，喜欢上一个女孩，应设计策略，让她自愿靠近你，这样对你最有利且风险最低。然而，有些人愚蠢至极，采用先奸后杀的方式，最终自己被判死刑。遇到这种愚蠢的恶人，务必敬而远之，不要自找麻烦。这2种人对我们威胁不大，因为一眼就能看穿。心慈手软的人不会威胁你，但也不会有大作为。心狠手狠的蠢人容易识别，除非你也是他的同类，否则尽量远离这种炸弹人。第三种，心狠面善。这种人非常厉害，表面上满嘴仁义道德，但内心极其黑暗。他们上来就称兄道弟，仁义挂嘴边，你越要小心。所谓的感情和仁义道德，极有可能是他们的武器。真正真实的人不需要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来武装自己。讲道理的人讲话根本不需要华丽的词汇，因为内心有货，不需要外在的形式包装自己。当然，也有些人天生热情，喜欢一见面就拉感情，但这类人较少。如何分辨这种人？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法测试：一、用钱测试；二、用事测试；三、用时间测试。首先，我们用钱测试。举个例子，我在结婚前想测试一下女朋友是否适合结婚。因为恋爱阶段大家都是在表演，要了解真实情况，需要用钱或事情来测试。我故意租了一个很破很小的房子，带她去看我住的地方。因为在一起没多久，我猜她一看到这么小的房子会跑掉。然而，她没有任何不满，还在那里做饭。我知道她内心特别简单善良，对我真心，所以决定娶她。很多婚姻出问题，是因为婚前没有测试。在商战中，企业吸纳人才也是如此。一上来就谈钱的人，基本抹杀真材实料。真正有料的人更多关注发展机会，因为他们对自己绝对自信，为钱而来的人才会为钱而走。所以利益心太重的人要小心。第二个测试方法是以事示人。交给他一件事，看他是否按照你的意思去做，并且能否做出结果。比如，有一年我回老家和一个特别要好的同学聚会，他约了时间，却临时有事取消了。这种人很不靠谱，不值得继续交往。用钱可以测试出你在他心中的位置，用事可以测试出一个人的靠谱程度。在公司里，培养人才时，要先交代一些事，看他是否能做出结果。
逐步增加责任，直到重用他。第三个方法是用时间测试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虚情假意之人逃不开时间的检测，会露出马脚。有些人出街处时很好，就像喝可乐，特别爽，但极有可能是花架子，对谁都是那三板斧，抡完了就露馅了。还有一种人是咖啡人，第一口不咋地，但越品越香。真正的高人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。在公司里，重用人才尽量从跟随自己最久的人中提拔。有些公司喜欢搞空降兵，觉得外面的人才更厉害，这有风险。外面的人才接触时间短，真实面目不够了解，极有可能只是个可乐人。真正好用的人是自己培养上来的人，因为他经得起时间的检测，对公司忠诚。第四重，心善手狠。这是最厉害的绝顶高手，也是我们要修炼成为的人，叫菩萨心肠，魔鬼手段。佛和魔在手段上差不多，区别在一念之间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佛用手段除暴安良，为了达到善的目的；魔用手段胡作非为，为了达到恶的目的。心狠面善之人，用手段达成恶的目的，以牺牲他人利益获取自己利益，走的是魔道。这种人有阶段性的小成功，但无法长久，因为时间一久，他身边的人会识破他，继而离开他。心善手狠之人，用手段惩治恶人，达成善的目的，以成就他人来获取自己更长久的利益，走的是福道。这种人即使短期成功慢一点，也能获得长久的大成功，因为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。佛祖当年收拾孙悟空，手段高于孙悟空，否则就被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了。总之，我们要培养心善手软之人，远离心狠手狠之人，警惕心狠面善之人，成为心善手狠之人，做好人中的好人，坏人中的坏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您加订阅并按赞评论转发。天涯神贴，让我们一起在文字的海洋中探索那些不容错过的精彩时刻。愿这些网路中的瑰宝成为您生活中的一盏明灯，照亮前进的道路。